周二举行的中美元首视频会晤，中方发布的消息稿长达近4000字，涉及中美关系发展的方方面面。当中涉及台湾问题的部分尤为引人关注。拜登总统明确表示，美方不支持台独，但相关内容却未写入白宫的声明稿。不过，拜登事后表示，中美元首视频会晤气氛良好，并重申美国对台政策不变。I said that they have to decide, and we are not encouraging independence. 根据新华社发布的消息稿，拜登总统在会晤中表示，美国政府致力于奉行长期一贯的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希望台海地区保持和平稳定。然而，美国白宫声明里没有不支持台独这句话，外界普遍认为，除非白宫否认，应该确有其事。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就撰文指出，美方在会晤中说一些话，但自己的通报不提那些话，而挑一些国内听着更顺耳的内容公布，这是美方乃至西方领导人常用的手法。拜登政府既要同中国打交道缓和关系，又要对国内强硬派有所交代，注定了他们要在会谈中说得更温和，对外通报时维持美方的政治正确。胡锡进表示，拜登这一次肯定说了不支持台独，否则这次视频会晤的气氛绝不会被双方都确认的这么好。所以拜登此次亲口重申美国的对台政策不变，无疑是在美方如何对待台独问题上发出了清晰的信号。但长期关注美国涉台政策的学者张腾军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他注意到拜登的措辞从会晤中的不支持变成了不鼓励，细微的差别说明拜登的公开表态不希望刺激美国国内的亲台势力。这是一种更加强有力的表态。不鼓励台湾独立呢，是可进可退的这样一种表态，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美国是选择支持台独分子的所有行为，而是说我主动的去鼓励你做这些事。所以说是一个他留有余地的这样一种表态。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中美元首视频会晤刚刚结束，民进党当局却强调美方对台承诺和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还对大陆媒体关于会晤的报道说三道四，为其台独言行辩护。台立法机构民进党党团近日还将党版所谓修宪草案送交台立法机构，内容包括降低所谓修宪门槛，加剧法理台独风险。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天内3次应询作出回应。他指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执迷不悟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图谋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现状，其台独行径只会给台海和平稳定带来更多紧张动荡，给岛内民众带来更多灾祸。关于中美元首视频会晤涉台内容的情况十分清楚，美方不支持台独是美国政府长期以来一再重申的立场，正告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试图靠外部势力谋独是不可能得逞的，对一切挑衅、逼迫甚至突破红线的行为，我们将采取断然措施。朱凤莲还表示，我们高度关注民进党党团有关动向，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修宪谋独行径。民进党为谋取私利，不顾各方坚决反对和严正警告，仍一意孤行，势将自食恶果。广大台湾同胞要高度警惕，自觉反对和抵制各种形式的修宪谋独行径，不要被民进党一步步绑上台独战车。另据台媒报道，美国与台湾方面于当地时间周2、周3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所谓资深官员对话，针对区域安全、两岸关系、军售等双方关切的事项沟通讨论。由于举行会议时间紧接在中美元首视频会晤之后，有消息人士解释称，所谓对话的时间早就安排好，纯粹是时间上的巧合，两者没有直接关联，但不排除会中触及相关话题。台湾大学政治系荣誉教授张林征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从美方近期一系列对台的纵容举动来看，他就是在两岸问题上耍两面手段，只有与其利益冲突的时候才会出手管控民进党当局，但总体来看，美方不会轻易放弃台湾这张制华的牌。我觉得美国会在关键的时刻的时候，我所谓的关键时刻，不是说两岸要打起来的那个关键时刻，我所谓的关键时刻，就是在中美有议题要谈的时候，那我就这个关键时刻，我就会告诉台独啊，告诉民进党政府，所以你这个时候要低调啊。最近不是你看蔡英文处理一些事情就比较低调一点嘛，所以在关键时刻符合美国人的利益的时候，他可能会压一下民进党，说你不要走得太过分了。
实际上，美方在涉台问题上妄图以台制华的企图还是非常明显的。根据白宫的新闻稿，美方将其一个中国政策描述为与台湾关系法、中美3个联合公报以及所谓对台6项保证，并且美国强烈反对片面改变现状或在台海暗中破坏和平与稳定。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三回应表示，美方应该遵守的是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这是中美两国的重要政治共识，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所谓与台湾关系法也好，对台6项保障也罢，这些纯粹是美国国内一些势力炮制出来的，都与中美3个联合公报背道而驰，其实质是将美国的国内法凌驾于国际义务之上，是非法和无效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栋在接受知名公众号侠客岛采访时就表示，拜登上台以来回调了特朗普时期一些较为激进的做法，但同时加强了美台关系，包括强化美台军事关系。应该说，美国政府依然在台湾问题上切香肠，一方面打擦边球试探大陆底线，另一方面不允许台当局主动挑衅，倾向于维护台海现状。但我们要清醒认识到，围绕台湾问题的博弈和斗争肯定会继续。美国国会内部亲台势力不小，并且始终妄图以台制华。美国政府表面上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但现实中还会继续表现出两面性，不断试探红线。这充分说明了拜登政府仍然试图在台湾问题上走钢丝，仍然试图去挑战和试探中国大陆的底线，试图通过打台湾牌来进一步挑动中美关系，进一步对中国大陆施加更大的压力。对中国来说，台湾问题事关主权领土完整，由不得他国干涉，这事儿没任何商量余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与拜登总统的视频会晤中就强调，台海局势面临新一轮紧张，原因是台湾当局一再企图以美谋独，而美方一些人有意搞以台制华，这一趋势十分危险，是在玩火，而玩火者必自焚。台湾问题的真正现状和一个中国的核心内容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实现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是有耐心的，愿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如果台独分裂势力挑衅逼迫甚至突破红线，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同一天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100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用专门章节谈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当中提到，2016年以来，台湾当局加紧进行台独分裂活动，致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势头受到严重冲击。我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祖国完全统一的时和势始终在我们这一边，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能够实现。张腾军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以及决议中的涉台内容都清晰表明了我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这既建立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意志，也基于中国国力上升所带来的反独促统的强大能力。无论是域外势力企图以台制华，还是岛内台独分子妄图以美谋独，都是注定要失败的。我们是兼具了所有的充分条件，那么那些外部势力他试图通过炒作台湾问题来打牌，显然是不可能得逞的。那么另外呢，台湾岛内的蔡英文当局以及台独势力，他试图以美谋独，显然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他面对的中国大陆是一个有坚定能力和意志来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所以说在这点上，台湾当局也是只会是以卵击石。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你好。中美元首举行视频会晤，台湾问题是最大焦点。美国总统拜登重申反对台独，峰会后他再度向本国媒体表态反对台独。那么您对此如何看呢？中美元首视频会晤就中美关系的战略性、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进行了充分深入的沟通和交流。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重大问题，也非常受国际社会的关注。习近平主席阐述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拜登也表示不支持台独。
其实这本来是非常正常的外交沟通与协调，岛内一些人居然提出说，白宫在会后的会谈纪要中没有说不支持台独这样的字眼。有人说，拜登的这个说法让岛内一些人的玻璃心碎了一地。首先，中美元首会晤是闭门会，媒体公开报道的基本是开场白的环节，至于双方会谈的内容，外界当然不得而知。双方在会谈过程中怎么去表达的，只有等待未来双方外交档案解密之后才能够一探究竟。其次，岛内一些人抓住白宫的会谈纪要的表述不放，好像拿到了救命稻草，也着实是幼稚可笑。看看白宫的会谈纪要，只有区区几百字，难道两国元首谈了3个多小时，会谈纪要就是全部内容吗？双方没有发表联合公报或者声明，但双方能够公开的信息应该是符合双方会谈的内容和基本框架的。最后退一步说，拜登表示不支持台独，有什么问题吗？难道岛内一些人认为拜登会支持台独？民进党当局需要明白，台独是禁忌，也是中美关系中的红线。中美建交以来，历任美国总统都没有在反对台独的问题上做出改变，所以说拜登关于反对台独的表态，不过是重复了美国政府应有的立场而已。中美双方就台湾问题各自表达了立场，习近平主席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的立场和底线。如果台独分裂势力挑衅逼迫，甚至突破红线，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我想这是中方跟美方画出非常明确的一条红线，这条红线是台海和平稳定的基础，也是中美关系不脱轨失控的基础。台海局势紧张的根源就在于台独，岛内一些人以美谋独，美国一些人以台制华，其实就是玩极限游戏，逼近台独的红线。所以维护台海形势稳定，美台就要停止玩火的游戏。在维持台海战略稳定方面，中美是有共识的，反对台独也是双方的默契。一个中国原则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是中美建交的政治基础。美台在近期的一系列举动，无疑是在触碰中美关系的基础。现在有必要与美方一起重温中美外交关系的起点和基础，为中美未来50年的发展奠定基础。岛内一些人不要入戏太深，以至于频频抢戏，撞到了红线，破坏了和平统一的前景。习近平主席在会晤中强调，我们是有耐心的，愿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那么您如何领会这一表述呢？习近平主席再次强调了和平统一的一贯立场和目标，可以说大陆对台的政策和战略保持了高度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中国实现完全统一的目标没有任何改变，这是中国人的愿望和共同的目标。在最近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100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强调，祖国完全统一的时与势始终在我们这一边。可以说，大陆有信心、能力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从时间上来说，无论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周期，还是建党100年的奋斗历程，都指向中华民族的复兴，这其中必然包括国家的完全统一。我们对于历史的感知和信心，是对台政策的底线和信心所在。近年来，和平统一的前景受到了冲击，主要原因就是台独的分裂行径。大陆在军事外交上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包括解放军战备警巡的首要目标就是反台独。从大势来说，台海两岸以及太平洋两岸发展的态势越来越明了。大陆是台湾未来发展的腹地，台湾是大中华区域的重要支点，这是大势使然。太平洋两岸的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不仅关系到本国人民的福祉，也攸关世界和平。习近平主席提出，中方所提出的全球性倡议对美国都开放，希望美方也能如此。相互且对等开放是未来中美关系的选择，中美共担世界责任，必然也要分享权利。在太平洋两岸合作与和平关系框架之下，台海两岸和平统一也会是必然的结果。
基于时与势的信心和底气，我们有耐心，愿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当然，在争取和平统一前景的过程中，我们要争取和推动和平统一力量的成长，反对破坏和平统一的势力。耐心意味着我们要用长手段看待和争取祖国统一的前景，不被一时一事迷眼，在时与势的演进中推动祖国完全统一、和平统一。好的，谢谢孙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二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全球瞩目。美国总统拜登周二称，中美元首视频会晤气氛良好，两国将成立4个小组跟进一系列议题。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也表示，中美将加强各层级接触，确保为两国关系设立护栏，避免竞争演变为冲突。对此，中国外交部周三表示，此次会晤向中美两国和世界发出强有力信号，双方同意继续通过各种方式保持密切联系。而对外界最关注的中美经贸关系，美国媒体认为，此次会晤可能成为达成关税协议的下一个催化剂。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二在北京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在长达3个半小时的会晤中，双方就事关中美关系发展的战略性、全局性、根本性问题以及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进行了充分深入的沟通和交流。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阐明新时期中美正确的相处之道，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重要性、反对打新冷战等达成重要原则共识。美国总统拜登周二在新罕布什尔州表示，中美元首视频会晤气氛良好，中美还有很多后续工作要处理，已经成立4个小组跟进一系列议题。It was a good meeting. We got a lot to follow up on. We set up 4 groups. We're going to get our folks together on a whole range of issues. I'll have more to report for you in the next 2 weeks.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周二在布鲁金斯学会的研讨会上，就中美元首视频会晤表示，两国元首都认为，作为世界上2个最重要的国家，在管理中美关系和各自外交政策方面责任重大。美中将加强各层级接触，确保为两国关系设立护栏，避免竞争演变为冲突。You will see at multiple levels an intensification of the engagement to ensure that there are guardrails around this competition so that it doesn't veer off into conflict. 世纪老人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周三也在创新经济论坛发表视频演讲，高度评价中美元首视频对话是一个好的开始，是两国潜在新氛围的体现。接下来具体议题的讨论需要跟进，从而向两位领导希望前进的方向继续推进。基辛格如此表示。他还强调，能力不分伯仲的主要技术大国间不应对抗，需将彼此分歧管控在让共存成为可能的范围内。对于美方称美中将加强各层级接触，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三回应称，中美两国元首都认为这次视频会晤是坦率、建设性、实质性和富有成效的，有利于增进双方了解，增加国际社会对中美关系的正面预期，向中美两国和世界发出了强有力的信号。双方同意继续通过各种方式保持密切联系，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造福中美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分析认为，中美同意继续通过各种方式保持密切联系。美方还透露，成立4个小组跟进一系列议题，无疑将为进一步落实中美元首会晤精神，加强交流合作、负责任的管控分歧创造条件。目前这4个小组还是美方的一个表述，而且拜登没有说明更多的细节。但是总的来说，如果中美之间成立一个具体的工作小组，是非常有利于中美之间进行沟通合作，而且有利于落实这次两国元首会晤的精神。奥巴马时期，中美之间是有高层的战略和经济对话，后来中美又建立了4个高层对话机制，但是在特朗普时期，这4个机制被美方是单方面废除了。目前来看，如果重新建立中美之间的高层的工作小组的话，是有利于中美进行沟通和合作的。实际上，中美双方在周二元首视频会晤前就媒体问题达成3项共识，其中美方承诺为中国记者颁发1年多次入境签证，并将立即启动国内程序解决中国记者签证停留期问题。中方则将本着对等原则，在美方政策措施到位后，给予美国驻华媒体记者同等的签证和停留期待遇。
赵立坚周三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媒体问题，一直尽最大努力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记者在华依法依规报道提供协助、便利和服务。与此同时，对美方对中国驻美媒体的歧视性做法予以明确反对。中美元首视频会晤后，两国的合作开始推进。在今天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外媒记者特别关注中美两国将取消对彼此记者的签证限制。而赵立坚特别强调，要美方先采取行动之后，中方再给予美国记者同等待遇。这意味着，当初是由美国发动的媒体战，现在也需要美国先拿出行动。对于中美就媒体问题达成的3项共识，美国舆论和媒体人周二用突破予以评价，将其视为两国关系适度改善的表现，并期待双方媒体机构人员往来进一步回归常态。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评论称，在上届美国政府时期，美中在媒体问题上的争议从侧面反映了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此次双方达成的共识是一项初步的但意义重大的突破。对，记者互访确实是中美人文交流非常重要的一方面，而且在特朗普时期是受到干扰、受到阻挠最严重的方面。如果没有记者的入境，可能就会阻碍两国的相互了解和阻碍信息的流通，不利于两国进行沟通和合作。对于外界最为关注的中美经贸关系，习近平在中美元首会晤中指出，中美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双赢，在商言商，不要把中美经贸问题政治化，双方要做大合作蛋糕。外界发现，这次出席中美会晤包括了双方负责经贸的官员，中方有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美方则有美国财政部长耶伦。10月26号，刘鹤与耶伦刚刚通话，在此次通话中，中方表达了美国取消加征关税和制裁、公平对待中国企业等问题的关切。耶伦11月1号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美方可能会考虑与中方最终以对等方式削减一些关税，这将有助于缓解美国通胀压力。尽管经历波折，经贸关系仍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10月1号发布报告说，2020年尽管面临新冠疫情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和中美关系紧张局势，美国多数地区对华商品出口实现增长，对华出口使美国许多行业受益，并为美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报告显示，由于中国经济从新冠疫情中率先复苏，2020年美国对华商品出口较前一年增长约18%，达到1231亿美元，而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商品出口则下降15%。其中，美国对华出口最多的商品是油脂和谷物、半导体及其零部件、石油和天然气以及汽车。美商界希望双方能尽快恢复谈判，解决双边贸易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最终取消加征关税，给双边经贸关系注入稳定力量。美国现在国内很多的经济问题，特别是它的通货膨胀问题，它的商品供应的短缺问题，这方面的解决，实际上美方是非常寄希望于中国能够给美国提供一定的帮助的。但是美方在一定程度上呢，他也把这些经贸问题呢又把它政治化，要追求美方对中国政治上的压制。这样就导致我们中美之间在处理经贸关系的问题呢，更加的复杂化了。美国金融巨头摩根大通分析师团队指出，这次中美元首视频会晤可能成为达成关税协议的下一个催化剂。美国巴伦周刊的分析认为，随着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临近，在美国政府减少救济金发放和通胀升温之际，降低关税会减轻消费者的压力，也更符合拜登的竞选承诺。将来美方可能根据自己的需求，进一步排除部分商品的加征关税，但总体来看，美方应该短期内不会完全取消对华商品的加征关税，因为美国国内现在对拜登政府的压力还是非常大，还是希望拜登政府进一步加强对华竞争。所以完全取消对华加征关税，至少取消这个名目是不大可能的。美国通胀危机持续，老百姓钱包大大缩水。美国官员坚称，新冠疫情是通胀危机主因，是否在掩盖美国经济真实隐患？拜登在元首会晤中明确表示，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但美日又在南海举行大规模反潜演习，联合盟友搅动区域局势。美方是否仍在说一套做一套？柯静深入解读。核潜艇撞山事件后，美国并没有减少在南海的军事活动。近期，美国航母卡尔文森号与日本加贺号直升机母舰在南海进行了为期1周的大规模演习。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演习不仅有首次前往南海与美国海军合练的日本潜艇，还有首次从海上自卫队本土基地出发前往南海的日本国产 P-1反潜巡逻机。那么，两个首次究竟意味着什么？美日的反潜演习针对的是谁？来看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周二发布消息称，海上自卫队的潜艇当天在南海首次与美国海军实施了反潜联合训练，双方演练了探测潜艇位置、确认攻击程序等高难度内容。共同社报道称，日美意在通过联合训练牵制主张南海主权的中国。海上自卫队幕僚长山村浩在周二的记者会上表示，能在任何海域实施高难度训练，显示出日美相互运用能力之高。训练象征着海上自卫队与美国海军的威慑力与应对能力。海上自卫队透露，除了首次前往南海的这艘潜艇外，日本还派出反潜探测能力优越的 P-1巡逻机、加贺号直升机航母、村宇号驱逐舰参加演习，其中 P-1也是首次在南海参加日美反潜演习，而美国海军则派出了驱逐舰和 P-8A 巡逻机。有分析指，从这次演习的阵容可以看出，首次派往南海的这艘日本潜艇显然是作为美日反潜演习的假想对手。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海军水下舰队全部由核潜艇组成，因此在训练如何对抗安静性更好的常规潜艇时，往往需要借助盟友的常规潜艇。根据海上自卫队发布的演习影像判断，日本这次派往南海的是一艘清朝级潜艇，而非更先进的苍龙级。前者采用十字形尾舵，而后者是操纵性能更好的 X 尾舵。日本媒体声称，这次联合演习主要就是针对中国，而日本潜艇扮演的假想敌很可能就是解放军的潜艇。按照该演习内容设置，日美出动直升机航母、反潜巡逻机和驱逐舰在南海的联合演习，演练的内容是对中国潜艇的追踪和攻击。此前，美国媒体曾分析称，相比于体积更大、速度更快但噪音更大的核潜艇，常规潜艇在南海某些水文环境复杂的特定区域可能更有优势，它们可以借助复杂的水下环境，凭借更安静的特性伏击美军舰艇。有分析认为，美军这次让日本潜艇千里迢迢的专门赶赴南海来演练反潜演习，显然是将目标对准了解放军的常规潜艇。这个推测是合理的，因为它的这种演习有反潜兵力，有潜艇兵力，那肯定是互相的一个对抗性的演习。而咱们的这个核潜艇部队呢，作为国之重器呢，其实日常呢，是比较少出现在这个对抗的一线的，那么主要还是咱们的这个常规潜艇去打头阵啊。所以说这个美国因为他自己没有常规潜艇，那么日本的常规潜艇技术呢，在世界上又排名比较靠前啊，所以说呢，美国和日本的对抗呢，可以说就是能够掌握这个跟最高水平的这个常规潜艇的对抗，那么对美国的反潜兵力肯定有极大的这个提高。值得注意的是，美军康涅狄格号核潜艇南海撞山事件的真相，直到现在依然笼罩在迷雾中。美国却依然联合盟国在南海大搞各种军事活动。中国南海研究院创始院长吴世存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康涅狄格号撞山背后最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在南海军事化愈演愈烈，不但派各种军机、军舰前往南海，水下还有核潜艇，加大了地区风险。美国口口声声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实际上在南海引领军事化的正是美国。此外，为了实现对南海方向的策应，美日近期还在东海方向分别派出了2栖攻击舰美利坚号和直升机护卫舰伊势号等7艘舰艇实施了联合训练。其中，伊势号属于日向级直升机母舰，拥有大型的平直飞行甲板，也是准航母。而美利坚号2栖攻击舰排水量达到 4.5 万吨，与他国中型航母排水量相当，可搭载20架 F-35B 战机。从效果上来说，美日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段分别向东海、南海派出了航母或准航母，其目的就是南北夹击，实现对南海区域进行战略迂回包围，挑衅意味相当浓厚。值得注意的是，在周二举行的中美元首视频会晤中，拜登明确表示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但外界无法忽视的是，拜登政府上台后极力推动深化所谓大国竞争的印太战略，频频挑起事端，以航行自由的名义在亚太地区频繁军演、抵近侦察，不断在亚太地区制造紧张局势。
据报道，今年以来，美军已对亚太特定国家进行逾2000次的抵近侦察，举行了包括马拉巴尔、北方利刃、大规模演习2021等上百场军演。此外，美军还频频向关岛增派军队，在太平洋威慑倡议等专项资金的支持下，加大军事设施建设。为了深化所谓印太战略和谋求地区优势主导权，美国近期除了怂恿日本外，还积极拉拢印度、澳大利亚，甚至远在欧洲的英德等国介入到印太地区事务中。例如，从此次美日演习行程来看，在举行联合演习之前，美日分别或共同与英国、印度以及澳大利亚等国在印太地区执行了训练任务。此外，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于10月中旬在冲绳西南海域与美国核动力航母罗纳德·里根号及英国航母伊丽莎白女王号、海上自卫队护卫舰伊士号进行了联合训练。随后，卡尔文森号又赴孟加拉湾，联合英国和澳大利亚与加贺号进行了训练。而据法新社报道，就在美日演习接近尾声时，德国海军巴伐利亚号护卫舰也抵达东京港，将与日、美、澳、加进行联合演习等项目。美国在印太地区呢，实际上现在一个是团结区域内的它这些盟友，那么希望在区域内形成共识；另外一个呢，他也是希望把这个欧洲的盟友拉进来，而且呢，他在这方面呢也给欧洲很多承诺，他就希望如果未来发生这种全面对抗的情况下呢，这个他的整个的这个盟友集团能够全部参与到跟他站在一起啊，所以说这个德国呀、英国呀、包括法国呀这些国家呢，也开始跟随他的指挥棒啊，加入到南海包括东海地区的一些活动之中。在美国国内，拜登政府正面临上任以来的一场巨大危机。下半年以来，通货膨胀成为全球性话题，但在美国尤为严重。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10月份美国物价指数 CPI 同比增长6.2%，这是31年以来美国该项数据首度破6。这一数据到底有多么可怕？2008年，美国因次贷危机差点瘫痪，当时美国 CPI 同比上涨也才5.1%。美国经济为何陷入如此境地？来看详细分析。Americans are increasingly feeling the sting of inflation, whether it's at the gas station where prices are at a 7-year high, or the grocery store, or paying the rent. Inflation is taking a bite out of people's paychecks, particularly for middle and lower income Americans. Inflation is up more than 6% compared with a year ago. 美国10月 CPI 同比上涨6.2%，创下199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更加可怕的是，这一数据只是平均值。具体关乎到美国老百姓生活必需的很多物品价格，则是翻了倍的蹭蹭上涨。数据显示，美国食品指数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了5.3%，其中肉、蛋、奶比去年同期上涨了11.9%。这是一般家庭日常饮食最大的开销，能占到伙食费接近1半左右。而燃油上涨的最凶，美国的汽油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了60%左右。都说美国是车轮子上的国家，可现在美国油价处于历史高位，令这个国家也跑不起来了。同时，美国的房租也上涨了40%至60%左右。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衣食住行中的后3样，都在今年拼命的涨价。这也意味着美国人的钱包缩水。Well, I bought a piece of steak today. Usually maybe 10, but I paid like $20, so it's like double. I don't see anything going down anytime soon, but you know, we have to eat, so you have no other choice but to pay it. 由于物价飞涨，在即将到来的感恩节和圣诞节，美国可能迎来史上最贵的火鸡和圣诞树。美国圣诞树协会近日表示，今年圣诞树价格预计涨幅将达25%。分析指出，美国食品与能源价格的上涨成为推动这次 CPI 大涨的主要原因。此外，美国社会还面临着严重的商品短缺问题。由于物流供应链不畅、港口码头的卸货工人、长途卡车司机短缺等原因，很多集装箱在港口堆积如山，导致美国大超市现在经常出现货架空如也的状况。 Suddenly you just can't buy the stuff you want. Book publishers are having trouble getting paper. Car companies can't buy computer chips. Builders are having trouble getting lumber. Container ships in port are waiting for days to be unloaded. And everybody's back to hoarding toilet paper.
更加吊诡的是，美国通货膨胀导致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然而失业和工人短缺的现象竟同时出现。美国劳动部门的数据显示，获得失业补偿和新冠疫情救助金的人平均每周收入为978美元，而2020年第一季度近一半美国工人每周的平均工资为957美元。这就意味着近半数美国工人在失业期间拿到的救济金竟高于此前的上班工资。目前，全美仍有超1000万个岗位空缺。分析指出，拜登政府的救助计划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畸形的市场现象，导致更多的人不愿意进入劳动市场，只想坐享其成，领政府救济。而这种扭曲现象进一步又推高了美国通货膨胀率，甚至将这种通货膨胀通过国际贸易出口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导致全球的通货膨胀压力上升。We simply cannot keep an entire generation of American workers relegated to the sidelines. It's time to get Americans back to work. 更为严重的是，6.2%这一数据的增加是在短短半年多时间内上涨的。2021年初，也就是拜登上任之际，美国的 CPI 数值仍只有1.4%，甚至呈现通货紧缩的现象。短短半年时间，美国经济到底发生了什么？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将主要原因归咎于疫情。If we want to get inflation down, I think continuing to make progress against the pandemic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we can do. 不过，这一说法遭到美国舆论强烈批评。事实上，过去一段时间，美国一直把通货膨胀甩锅给疫情和供应链，但根本原因其实是美国海量印钞造成的后果。如果美国不掐住印钞这个水龙头，迟早要被通胀摧毁。但另一方面，美国又不能停止印钞，因为美国政府还背负着高额债务，已经将债务违约最后期限推迟到了12月。那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当然是因为美国发了太多的钱，特朗普时期发了数万亿美元，但是拜登之后就是上任之后，那他推升了这个经济的这个复苏，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知道美国人老百姓手里面太多的现金支票了，钱多了没处花，而且我们知道这1.9万亿美元的这个经济刺激当中，它还有这个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个儿童税收抵免，还有一个额外的这样的一个失业救助补助。这个基金在里面，那又导致了美国人民的这个就业意愿又下降了，那么产出的产品就更少了，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又再一次的这个加剧了通胀现象的发生。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习拜会后，中美关系出现缓和迹象，关税谈判提上议事日程。那么您怎么看当下及今后中美关系的走向，尤其是经贸关系？主持人好。这次美国呢主动要求进行高峰对话，是因为美国经济呢出现了一些问题，中美呢也需要重新定调。可以说呢，视频会晤的成果要好于预期，而且呢很快有了具体的行动和措施。当然，最主要的呢恐怕还是减税问题。美国呢面临比较大的通胀压力，通胀率呢已经达到了5%以上。美联储正在为是否加息呢激烈的辩论。那么加上这个全球供应链掉链子了，又遇到了圣诞节、元旦消费季，那么需求大于供给，这个通胀压力呢就更大一些。而与此同时呢，拜登政府的经济政策民众不认同，抱怨拜登政府呀不关心美国人呢最关心的国内经济。民主党呢因此在弗吉尼亚州长选举中失利，拜登的民意支持率下滑，那么和特朗普同期的支持率呢差不多。这些现象呢，都被看作是明年中期选举的风向标，选民呢似乎对民主党很失望。这些呢，都迫使拜登政府呀要聚焦经济建设，而搞好经济呢，又不能不与世界第2大经济体中国合作。于是呢，就有了中美经贸上的互动，通过领导人峰会呢，来为贸易和关税谈判开道。美国财长耶伦透露呀，美国呢正在考虑降低部分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因为取消部分关税呢，可以舒缓这个物价，起到一定的作用。美国的贸易代表戴奇前不久也说，正重新的审视中美第1阶段贸易协定，并且认同了在部分领域降低关税这样一个请求。中美元首峰会以后，美国呢很可能降低部分这个中国商品进口关税，来控制通货膨胀。中美啊，一旦在关税上打开合作的通道，那就影响呢也将是巨大的。这个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在习拜会之后说，美国将在多个层面加强与中国的接触，以确保两个大国之间的竞争不会演变为冲突。那么在两国领导人的指导下，有获得授权的高阶团队牵头进行一系列的战略稳定的对话，涵盖安全、技术和外交等领域。我想这经贸谈判恐怕会放在优先位置。不过美日仍在南海进行反潜演习，而美军核潜艇1个多月前刚刚在这里撞山，发生严重事故。那么您怎么看美军搅局南海的最新动作呢？中美关系近期实在发生一些变化，开始接触，但是并没有改变战略竞争这一大事。最近发生的向好迹象，只能说是策略性缓和，战略上仍然处于竞争状态。策略是短期的，而战略是长期的，这是我们首先应当明白的。美国为了压制国内通货膨胀，可以减低部分中国进口产品的关税，这是策略性的。但遏制中国的战略并没有改变，特别是南海，美国把它当成牵制中国构建印太战略的关键地带。美国试图通过南海军事化要让东盟国家选边站，在美日印澳4方联盟的基础上再拉近一些东盟国家，那么南海国家自然是首选，从而来扩大对抗中国的阵营。今年美国海军高级将领一再宣称要和盟友一道加强高难度训练，提高对中俄潜艇部队的应对能力，增强反潜技能。所以美日分别调集战力和反潜能力比较强的反潜巡逻机、直升机航母、护卫舰、驱逐舰到南海举行首次的反潜演习。今后美国及其盟国的反潜演习还将增加。美国海狼级核潜艇南海出事，澳英美建立奥克斯核潜艇舰队，都意味着美军及其盟友会围堵特定的对手，谋求大国对抗的优势。这无疑会使地区安全形势更加的恶化，给南海秩序带来诸多的变数。南海和平面临的第一大挑战就是美国加大力度来推进的南海军事化，那么也增加了中美在南海发生意外事件的风险。好的，谢谢陈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在俄乌紧张关系持续的背景下，美国还在火上浇油，继续向乌克兰提供一批军事物资，其中就包括80吨弹药。对此，俄罗斯驻美大使批评称，美国此举只会加剧乌克兰东部的紧张局势。连日来，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再度陷入了紧张局面。先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日在社交媒体上声称，俄罗斯在俄乌边境附近驻有近10万人。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尔亚尔接着又对媒体表示，西方情报机构认为俄罗斯极有可能在今年冬天造成乌克兰的不稳定。与此同时，美国媒体也配合炒作，发布卫星照片称，俄罗斯在边境地区增加了兵力，并大幅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俄罗斯发出的警告。布林肯重提了发生在2014年的克里米亚事件，以此表示，如果俄罗斯再次出现类似情况，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驳斥美国媒体发布的卫星图片是低端的爆料。他补充说，俄军事装备或军队在境内如何部署，完全是俄罗斯本国之事。俄罗斯过去和现在从未威胁过任何人，未来也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也对边境紧张局势进行了公开的回应，表示是北约的挑衅给俄罗斯的安全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俄罗斯目前所做的只是提高警惕。